问你个问题，你知道拍出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的诺兰毕业于哪一所电影学院吗？答案是，他没有毕业于任何电影学，诺兰学的是英国文学。那拍出第一艘小说的昆汀·塔伦蒂诺上的又是哪个学校的导演系呢？答案是，他连大学都没有上过。在成名之前，他是在一家录像带出租店里面当店员，看了成千上万部电影。你看，在世界电影史上最顶尖的导演里，有相当一部分的导演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但回到我们身边，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想当导演该怎么办的话，10个里有9个会告诉你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啊。我自己呢，就是毕业于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电影制作专业。今天呢，我就结合自己的亲身学习经历，来不吹不黑的聊聊，学导演的话，必须要去电影学院吗？如果不去的话，是不是就失去了进入中国电影行业的门票呢？我们现在就开始。Nice。先说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如果你想当电影导演的话，上电影学院确实是一条被验证过无数次的主干道。原因很简单，导演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手艺，涉及视听语言、剧作结构、摄影、剪辑、声音、美术，自学很容易碎片化，而学院提供的是一张完整的地图，告诉你这门手艺的全貌是什么。但地图归地图，关键是你怎么走路。我在温影的感受是，学校真正给我的不是文凭，而是3件事：系统、密度和容错空间。现在聊聊这个系统。温哥华电影学院的电影制作专业是1年制的，它这个时间设计很有意思。1年制其实是比较短的，所以说他要把这个很多的学习内容压缩到这个1年制的时间里。但是呢，他在这个前6个月是一个通识专业学习，到后6个月才是真正的这个你的专业专攻。那前6个月你必须要学习，比如说制片、导演、摄影、美术和后期这5个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你全部都要学习。因为很多进入电影学院的人都是零基础的嘛，没有拍过片子，而且都很年轻，所以说前半年就是把各个方面的知识的基础都给你打牢。那到了下半年就会让你在这5个方向中选2个去进行专攻。像我当时选择的就是导演跟编剧，到时候会有专门的导师来负责你1对1的去学习你的导演能力和你的编剧能力。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就是说它不像国内的很多电影学院的设计啊，我3年4年就学一个导演系，3年4年就学一个美术，3年4年就学一个剪辑。其实它这样的话，尤其在前半年，你学习了大量的，我虽然是个导演专业的学生，但是我学习大量，比如制片专业的知识，摄影方面的知识，美术方面的知识，这其实是非常有，因为其实你剧组工作，尤其是你作为剧组的领导者，你是个导演，你必须要对其他的工种有所了解，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跟他们进行一个专业程度的，我们说是对接也好，或者说指导也好。比如说你想跟摄影师沟通，你就必须懂他的这个词汇，你必须懂一定的摄影知识，比如说光线啊，比如说运镜啊，比如说角度啊，景别，你必须懂一些摄影知识，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去跟他沟通的。包括美术也是，你必须了解美术部门、美术工种是怎么运行的包括剪辑也是的，你不能说什么都不懂，然后你去指导他剪辑吧。你在指导他工作的前提，就是说你必须对他这个工作有一定了解的，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完成你的导演设计的这个工作。再说密度，温影的话1年制的时间要包含可能其他学校2年3年的学习内容，所以说你的学习强度、你的学习密度是非常高的，可以这么说。它的学制是每2个月分为叫一个 T，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terminal， 分为 T1、T2、T3、T4、T5、T6。那你进去的前2个月，第一个 term 你就要拍片子。我记得当时进去很有意思，大部分人都是零基础进去的，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第一个 term T1，第1个月就开始准备你的第一个片子了。当时大家都是闷的，我这什么都不会呢，也没学到啥东西，刚开学2个月没学到啥东西，立马就上手拍片子。所以说，你如果想去温影，不管是加拿大分校还是上海分校的，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来这里学电影，你必须要做好，可能是熬夜啊，或者说是连轴转拍片，可能会是你这1年学习生活的这个常态。这个就是密度。第3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容错空间。其实温影我觉得相比于可能北电、中传、中戏，很大一个区别就是你在高强度、高密度系统化学习之后，它给你的很多容错空间。比如说你从 T1 就开始拍片子，然后你 T2 接着拍，你 T3 接着拍， T5、T6 接着拍，你会发现可能前面你在 T1、T2 的时候拍都是我们说的电子垃圾。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温影的老师很多说话都是比较直接的，你拍的东西什么是什么就是垃圾。
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就会跟你一起分析说你这个片子哪里做的不好。很多东西都是通过你反复的实践才能够去验证，才能够去反馈，才能够去学习的这个创作知识。相比于其他学校可能更偏理论化、系统化的学习，温影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实践。那说完了，我觉得在温影学习的几个优点之后，那必须要来一个但是的，对吧？其实温影也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可能没有那么优秀的地方，这也是可能被很多学员诟病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的理论化学习是偏弱的。其实我们在学校里也有一个玩笑，就是说，就温影培养出来的可能更偏是技工，而 AFI 可能培养出来的更偏是导演或者说是领导性的这个人物，就是因为整体温影的理论教学偏不足。比如说可能老师的在现场拉片的这个机会啊，或者说是就深入的带你了解电影史啊、电影理论的机会其实是并不多的，可能就还是集中在刚入学的 T1、T2 这个部分，可能到了 T3之后就要准备你的期末的这个大作业了。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时间啊，1年制实在是太短了，没有办法去像其他电影学院一样，可能给你1年、2年、3年的时间去沉淀你的这个电影理论。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在课余时间去弥补掉电影理论的不足，你必须去自己去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你必须自己去恶补这个理论知识。但是再加上它是一个高密度的学习环境，所以说你很难一边去跟上这个高强度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密度，另外一方面你还能够利用课余时间去补上这个电影理论这个短板。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是温影教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理论普遍来说没有像其他的像北电、中戏一样那么的扎实。那第二个就是温影长期所使用这个赛马机制，它是普遍比较有争议的。就什么叫赛马机制？就是我们每年可能会拍像我说的20多部短片嘛，但是实际上真正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期中跟期末，你可以理解为期中跟期末就是 T3 跟 T5。那学校能提供的机会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它没办法能够让所有学生都去拍上大作业，所以它就需要你去 pitch， 你需要自己去竞选，是让你的片子被导师所选上，你的片子才会拿到这个学校的预算去拍摄。那基本上每一届下来，我估计都有至少是有一半的学员啊是没有任何拍大作业的机会的。不管是期中和期末，可能说的水一点，就是跟着其他的被选中的学生去混一个剧组的职位，你并没有办法成为这2个大作业的导演。那这就是赛马机制的一个残酷性吧。那如果说我没有机会去电影学院，那就没戏了吗？当然不是。其实我一直觉得，没有上电影学院并不是你的劣势，反而是你弯道超车的机会。电影学院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它教给你的是一套经过验证的工业标准，但标准有时候也是套路。当所有人都用同一套视听语言、同一种剧作结构、同一种美学范式训练出来的时候，拍出来的东西很容易趋同，技术上合格，但审美上老套，千篇一律。你看国内很多科班出身的年轻导演，短片拍的看起来很像电影，但就是没有灵魂，没有作者性，原因就在这里。而非科班出身的人，恰恰因为没有被这套标准规训过，反而可能保有一种更原始的、更野性的视角。所以如果你不上电影学院，你的超车路线不是去模仿科班生那套标准，而去打造他们不具备的东西，即独特的审美系统和影像风格。怎么做呢？大量阅读，大量阅片，而且要有意识的去偏食，不要只看豆瓣 Top 250，去看冷门片、实验片、纪录片、艺术摄影、文学作品等等。甚至你完全不熟悉的文化领域的作品，你的审美越杂糅越个人化，你的影像语言就越难被复制。但这只是战略层面，战术上你仍然需要自建一套系统来补齐学院能给你的那些基础设施。具体可以从这3个维度入手。第一，审美维度，用阅读和阅片建立的私人电影学院。第二，技术维度，系统自学，不要碎片化，摄影、剪辑、调色、编剧等等等等，这些在各个网站上有海量的教程，但关键是系统学，不要今天学个转场技巧，明天学个调色预设，就像电影学院一样给自己排课表，从基础到进阶一步步走。第三，实践维度，趁早动手，不要停，从短片、广告片、纪录片甚至自媒体内容开始，关键是积累完成作品的能力。非科班导演的唯一通行证就是作品要比科班生还要过硬。聊到最后，把这个问题拉回本质，你能不能够成为电影导演，并不看你那个文凭，核心在于你有没有这3个能力。第一，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故事，这是洞察力；第二，把想法变可执行的影像，这是执行力；第三，
让一群人相信你，并愿意跟着你一起走下去，这是领导力。电影学院可以培养这些能力，但它培养不出天才。不上电影学院也可以拥有这些能力，但它替代不了系统训练带来的效率。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上不上电影学院，而是你有没有在任何一条道路上把自己逼到极限。电影是手艺，手艺无捷径。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野蛮生长，最终你都要在片场见真章。那里没有学历，只有作品。那么后续呢，其实我也想再单独出去视频来仔细的聊一聊如何通过阅读和拉片来自学这个电影。如果说你对影片创作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期再见。